欢迎探索维多利亚生活。别被我声吓到喽！我等一下要去参加一个试镜，不过老实说，我觉得这个试镜应该不存在。一定会有人问说，你知道试镜是假的，那你还去干什么？先不要急，先跟着我一探究竟。等一下答案揭晓后呢，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没人啊！我上次来的时候门是开着的，我以为门一直都开着。有人要开哦。OK， 好，了解，谢谢。结果不出我所料，果然是假的。这场事情根本就不存在。我马上就来跟大家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在之前呢，先让我找个地方避暑一下。对，现在超热的。得救了，外面真的热死。现在就要跟大家揭晓答案。我碰到诈骗集团，大概在2个月前吧。我那个时候在 IG 上有看到一则真平面 model 的贴文，因为我一直想要找一个剪裁可以赚一点零用钱贴补家用这样，我就想说就碰进去，然后我就点进去，那个网页就要我提供一些 LINE 然后一些相关的联络资料我提供之后呢，就有一个说是专员来跟我联络这样。联络之后，他又把我转到他们的什么总监，那总监呢把我拉进一个 LINE 的群组。那这个群组人蛮多的，我进去的时候好像大概快200个人吧。可是进到群组就觉得怪怪的，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是要争平面 model 嘛。可是我进去的时候呢，里面的很多讯息其实都跟 model 没有关系。什么皮影系的课油画课衣服试穿反正整个群组里面就是非常的杂乱。让我觉得最怪的一点是呢，他们社群的线上分论活动什么叫线上分论？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总之就是每天晚上大概7点到7点半，社群里面是完全不能讲话的。总监不定时就会在社群里面，他就会贴说我们某一个成员又透过了分论，然后赚到多少钱，然后就会贴单。那个单场都是10几万、20几万，反正就蛮多的然后这些群组的成员还会不时出来分享，我好不容易赚到这些钱我觉得很感恩觉得很不容易然后下面就会瞬间有一堆群组成员就会开始附和说恭喜你你要怎么利用这笔钱是不是要去旅游一下买点东西犒赏自己对不对？整个群组看起来瞬间非常的热络，只要有人贴出我分论赚了多少钱之后，就开始有一堆群组人就开始在那边刷屏。不只是像这种所谓分论活动每次只要有人贴他去上什么进修课程亲子活动就瞬间就会有一堆群组人就开始刷屏，说这个课好不好玩然后学费会不会很贵然后我进去没多久呢，总监跟专员就开始一直怂恿我说，因为试镜的 schedule 排得很满我可能要排很久，那在这段时间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们的线上分论活动，贴补家用赚点零用钱这样子。然后在我怀疑他们是诈骗集团的时候我就想要回去找原本我连进来的那个 IG 贴文，结果大家猜怎么样？贴文不见了，找都找不到。基本上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心里大概就有条我这是碰到诈骗集团的。我其实原本有考虑要不要马上退出但是我要想想来都来了，对不对？我就来看一下你们到底要逼这边吧，所以我就没有退出。不过对于他们的一直怂恿我去做什么线上分论活动交出我的账户或者是我的信用卡号码或者是要去办他们的什么电子平台之类，这种我一律都不理他们。后来他们可能也有发现这招对我没有效，所以他们开始又换了一招。专员呢，他就刚才就跟我说，这个最近有活动，厂商寄衣服给群组的成员试穿，然后我们试穿之后，照片回传给厂商，那可以拿到分润。那一样他会跟我说，大概是每次都几百块这样，赚个零用钱，听起来不像赚大钱，所以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应该不是骗人的吧？我当时听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厂商应该是要知道试穿的 model 本身的身材跟风格是不是跟他们的产品是 match 的。可是专员给我这个机会里面完全没有。我又问他说，可不可以看一下我想要试穿的衣服有哪一些，我可不可以选适合我的？专员跟我说没有他们就是随机寄给你这样，听起来才是超怪的感觉就不像是一个服饰的厂商会做的事情。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觉得还是要试穿过，跟厂商讨论过，再寄东西给我，这样子会比较好。他后来可能也觉得我不太好骗所以他就煞有其事的帮我安排了试镜。然后在排 schedule 过程他就跟我说，因为试镜的行程排得很后面对我排可能要排到1个半月后这样子。他又不止一次跟我说，有厂商看到你照片觉得还蛮有兴趣的，觉得想要跟你合作，要不要来顺便谈一谈这样子。
那当然啦，以上这些手法呢，不管是什么，他们到最后呢，一定都想要要我去注册他们的线上平台的账号。那当然我就绝对不会上当，因为我看过很多相关的资讯，不管是文章还是影片啊，诈骗集团基本上他们想要的东西都很一致啊。他们要么就是要你的账户的号码，或者是信用卡的号码这一些，那要么就是要你去注册他们的线上平台。所以呢，只要是跟这个有关的，我一律都不甩他。然后到这边呢，我们专员可能觉得我很难搞，他就想要用其他的方式啊，想要跟我先拉近关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机会。他就会开始对我各种攀谈啊，比如说，你是做哪个方面的工作啊？你是自己开还是给人家请？你有没有在进修啊？有的没有的，反正他就是各种摸我的底细。我到后来就对他们就是爱理不理这样。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回答一两句，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直接已读不回。这种状况大概持续了1个月。那我记得大概1个月前吧，那个时候他们的总监忽然间在群组发一个讯息，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公司最近要做重新整顿，要调整营业方向，所以赖群组呢会大概暂停营运大概5到7天，5到7天之后就会重新营运这样。结果你猜怎么样？那个群组从此呢就死掉了，对，到现在已经1个多月了，群组再也没有讯息了。其中只有在总监发讯息后的1周多，有一位成员他就发了一个问号的贴图，他的意思可能是想到，那个总监你们群组还有在运作吗？那当然我知道啊，他们可能觉得这个群组已经基本上骗不到人了，他们准备要另起炉灶。这是所谓试镜呢，就是在专员跟总监很积极跟我联络的那一段时间里面约的。那为了给他的自证清白的机会呢，我最后呢还传了讯息给我当初那个专员，我问他说摄影棚今天有没有开，他连看都没有看。不过这个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都已经被拆穿了。这个时候再回我呢，感觉就自讨没趣，就是自己丢脸了。其实下个月大概2个礼拜后啊，他有约一通事情给我，不过我觉得那一通应该是假的啦，而且那一通摄影棚有点远，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去了吧，都已经确定是诈骗，都是假的了，对不对？干嘛去呢？对，浪费我的油钱，浪费我时间。摄影棚的部分我确定是真的，我有上网去查过，我甚至也有打电话去摄影棚问过，它是一个预约制的摄影棚。虽然真的在讲诈骗集团，但是这个不包含摄影棚，好不好？摄影棚是无辜的。大家如果之后有想要去拍一些写真啊、全家福啊，基本上还是可以跟摄影棚联络啦，他们跟诈骗集团是无关的。后续就在剪辑影片的时候，我被踢出 LINE 群组啦。以上的故事呢，再接到我最前面，我跟他的老板在聊摄影棚没有开那一段，就是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诈骗集团他们的手法虽然看起来五花八门眼花缭乱，可能大家会觉得防不胜防。不过我这里给大家几个判断的依据，因为诈骗集团到最后他们想要拿的东西，要么就是你的银行的账户，或者是你的信用卡的号码，要么就是他们会要你去注册他们的什么线上平台的账户。所有的诈骗手法都是要从这些管道去骗你的钱，全部都不要理他们。然后要你缴出证件也绝对不要理他们。你只要谨守住这些原则，基本上你就不太需要担心会被骗啦。以上就是我这次跟诈骗集团交手的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我觉得这次的经历还蛮有趣的，不过跟诈骗集团交手还是心里有一点毛毛的。之后我应该不会再轻易做这种尝试了吧？一次就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然后记得看我更多影片。最后呢，希望大家平常都要小心一点，不要让你自己赚的辛苦钱被轻易骗走咯。下次见咯，拜拜。